刚刚设计师有讲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正常人一定会先讲清楚，不会说啊，我就先追加。问题是有纠纷的都一定会有一方不是正常人，我们是正常人，可是对方不是正常的话，没办法。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政府在装潢这方面的管制力道不够，可能还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还是怎么样，所以就需要促保会这样的协会大力的去呼吁啊，去预防这种纠纷。我们遇过很多，因为现在设计师要不要考证照？要，但是他是管装修业，他是我们叫从业管理，就是他是管整家公司，他不是管个人。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递名片给你，他写说他设计师，不一定代表说他有考过什么证照，跟律师不一样。律师是我个人，我一定要考过这个考试，我才能称为律师。如果我没有考过律师考试，我自称律师，那是行者，那违反律师法。包含我们事务所里面同仁也一样，他没有考到证照，他不能自称他是律师，就管每一个人。但是制装业不一样，制装业是管公司从业管理，他只管整间公司。你公司里面的人你要怎么称呼？要叫设计总监，要叫设计师，要叫资深设计师，什么就是随便你自己取。那这个就是问题，所以会有一些水电师傅印一张名片就说他是设计师，或是系统柜，你问他说，你做系统柜哦，好啊，这个让我水电找别人，他可以说水电我也会啊，其实我以前做过木工，油漆我也会。那这种比较多的情况就是他会发包给其他公办，但是我刚刚有讲一个案例，就是他自己以为他会，他真的自己做，那就出问题。正常人一定会先讲好嘛，但是我们遇过很多的纠纷，就是不是正常人，甚至他有可能一开始就是要捞钱，一开始就故意要捞钱，或者他普龙工，他一开始没有估好，有什么项目没有估到。像我们有一个案子，外墙贴瓷砖，然后他那个是整栋的透天厝，结果设计师估的时候没有估到钉架，没有估到钉架的费用，他只有贴砖的费用，他有估贴砖啊，比如说贴砖，他说50万，到底50万是有没有含钉架？契约就是写外墙贴砖，然后后来呢，设计师就说这个钉架费用要追加，因为你不可能说我飞檐走壁去贴嘛，你没有钉架怎么贴？一定是必要工程，好像有道理，但是你没有书面同意啊，你没有跟客户书面的同意，所以会有纠纷哦。有很大一块，说真的，很大一块是不是正常人，他刻意要来捞钱的这种，我们称之为装潢蟑螂。他不是一个很正规的业者，他也没有想要从事装潢业。讲白了，他可能捞1笔2笔，他就跑路了。他就是捞1笔2笔，然后装潢费金额很大啊。你一个案场捞300万，2个案场捞600万。他可能够他吃很多年，他人就跑掉了。那这种不是正常人的，现在也很多。